长相思杨紫男装新造型，帅气的小医生张晚怡的蓝衣好帅。长相思是杨紫、张晚怡主演的古装剧，拍摄将于今年8月左右完成，明年见。这部剧是腾讯 S+ 出品，演员英俊漂亮，原作者桐华野受邀担任编剧。原作中的许多著名场景都得到了完美还原，可以说是超级期待了。这是杨紫最新的男装造型，也是我目前看到的第2套男装。那是一袭蓝裙，戴着一顶帽子，想必是逍遥后期认真学医的时候吧。衣服还是蛮好看的，里里外外都没有以前那么多层次了。杨紫脸上挂着好看的笑容，娇嫩的小医生感觉她马上就有了。还有这套西装各个角度的照片，杨紫的状态真的很好。我也瘦了很多，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，这个身材可以说是很不错了吧。戴帽子应该符合小医生的身份，和前面6人的男装也能明显区分开来。再看看清水镇的男装，对比就更加明显了。那时的小妖还是小6，表面上看起来像个男孩子。回春堂勉强能养活他们几个，衣食住行也不太讲究。衣服自然是麻布，相对的质朴仪，可以看出和上一套是2个不同的阶段。小6做家务有点懒，喜欢一起洗碗。救了叶诗琪之后，他接手了回春堂的所有家务。小6只需要负责看病，享受17给的服务。就一个能赚钱做家务的帅气老公，这一波不亏。杨紫第1套马甲黄衣换了，剧情也重拍了。后期曝光的几套衣服都不错，尤其是卷发的女装。这部剧中，杨紫的女装应该是大唐风格的，是子美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，在主剧中肯定更美。找了一张图山景和赤水丰隆铜矿的图，背面没见过。书中逍遥最喜欢摸镜的头发，说是丝丝。看着镜的头发，能理解逍遥的痴情，拿在手上真的很好看。长相思的演员说剧组特别复杂，一个个比一个瘦，尤其是几位主演，看他们的身材就知道了。这么热的天在横店拍戏，这么高的强度，我真的瘦不下来。男主万一也很瘦，看这张作品图，侧面轮廓几乎是一张纸。如果你比较瘦，穿古装上镜可能刚刚好。还有一张表妹换蓝色衣服的照片，可见张晚怡是多么的瘦。这套蓝色套装是逍遥回轩辕之用，没有外套就更帅了。02张艺兴首先在微博上说起了改名的原因。他在35岁时恋爱并结婚。张艺兴参演《向往的生活》自曝结婚年龄，他还透露了改名的原因，他宁愿爱胖子也不愿爱美女。他煮饺子的时候让网友大开眼界。飞行嘉宾吴梦可受邀参加本次节目，结识了张艺兴。有多少人坐着聊天？他问了几个网友特别想知道的特别敏感的问题。因为他是舞者，这些问题他不知道也不应该问，更不知道他问的问题张艺兴回答后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。俗话说，不知者勿怪。要问的第1个问题是情感问题。他问张艺兴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如果没有，你想拥有另一半吗？张艺兴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姐姐，毫无保留地回答，谁不想呢？每个人都明白，他不谈恋爱是有原因的吗？主要原因是有过去的教训。比如回归的4个儿子之一的鹿晗，自从官宣恋情后，就失去了很多粉丝，这也伤了粉丝的心。张艺兴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。作为偶像，他现在不敢谈恋爱了，这是因为他不想谈，也不敢公开谈。众所周知，这几年他一直是个工作狂，还开了一家专门培训见习生的公司，根本没时间谈恋爱。但张艺兴给了时间不做偶像。他说，35岁以后，如果不成为偶像，可以谈恋爱结婚，主要是35岁以后，歌舞歌手不能再跳舞了，转型可以专心做演员。今年4月9日，张艺兴改名为张艺兴。消息一出，瞬间登上热搜榜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他为什么改名？有网友表示，他离开了之前的公司，想重新做回自己。
事实上，每个人都错了。近日，他终于透露了改名的原因。他说，在我30岁之前，我一直觉得努力大于选择，所以我开始努力，再努力。当我29岁，快30岁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点。我觉得努力工作，这不是一切。网友们听到他的解释，都想知道是什么让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。后来，网友发现，去年5月22日，杨紫参加节目时就谈到了自己的网名。杨紫说：“你的网名是努力，努力，努力，你想一下子成功吗？所以你把名字改成了 Success。Success 已经成功了，你不用努力了。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英文名累，那是因为你工作太努力太累了。”所以杨紫暗暗提醒他，不能总想着努力，而必须想着成功。听到他改名的原因后，网友们纷纷表示是杨紫点懂他，他也很在意子解说的每一个字。张艺兴不爱美人胖子。宋轶参加节目时，到达蘑菇屋时何炅不在，他跟彭昱畅和张子枫不熟，只能去厨房和正在做饭的黄磊尴尬的聊天。最后，当张艺兴来到厨房见师傅的时候，黄磊想让他和宋轶聊聊天，毕竟两人曾经一起参加过综艺节目。让黄小初没想到的是，宝贝徒弟刚刚跟宋轶打招呼，像个孩子一样，看看厨房里有什么好吃的，转身离开。这种情况下，宋轶只能继续尴尬地和黄磊聊天。出来的张艺兴直接走到2楼的阳台上，和丁一腾在上面跳舞。网友表示，张艺兴爱胖子不爱美女，宁愿和胖子跳舞也不愿和美女聊天。有网友表示，这是偶像的修养，免得让粉丝吃醋。俗话说，比饺子好吃。录制《向往的生活》时，为了招待客人，黄小初包了饺子。不在厨房的时候，张艺兴和彭昱畅开始包饺子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两兄弟从来没有煮过饺子，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。彭昱畅提议把饺子放进去，张艺兴拒绝了，还说我怕他们散架。只见他在栅栏里放了几个饺子，直接放到没煮过的水里。这时，黄小初来到厨房，随口问他们两个：“你们在那里做什么？”彭昱畅见他过来，悄悄往后退了一步，心里想：这件事与我无关。黄磊见他们在煮饺子，直接说：“不要这样煮饺子，要等水烧开后才能放进去。如果你这样煮他们就会被煮沸。”他吩咐张艺兴把漏勺里的饺子拿出来扔掉。张艺兴带着赵丽出去的时候，发现饺子被牢牢地粘在了栅栏上。彭昱畅看着旁边的笑话，随口说道：“他卡住了。”张艺兴和张子枫说他和勺子合二为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也没有和我商量。张子枫开玩笑说：“缘分。”这时，黄小初再次走进厨房，从张艺兴手里接过篱笆，看着上面粘着的饺子。张艺兴解释道：“师傅，这个饺子其实是给你做的，因为你是食物链顶端的人。”黄磊不想吃这一套，继续道：“你真大，把我的篱笆给弄坏了，我现在要用，我要煮饺子，一会儿就用。”他随便用铲子把饺子铲了下来，吩咐张艺兴把锅里的水倒掉，刷锅再次，并烧开水。后来教张艺兴煮饺子，你要把饺子放在锅里，你把它放在栅栏上，它会烂掉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学会煮饺子了吗？张艺兴改名是因为杨紫点懂他吗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。